6月2日星期一，报《藏海传》目前升到优酷年度拉新榜第2了。《藏海传》真的纯靠自己，没有像其他剧是靠抖音下审市场的，站外链接直通优酷平台，这样的成绩真是很牛。连央视说都藏海是一款很新的儿童型，而且还是一款超新鲜的脆皮男主，让他逃命时没有半点扭捏，摸爬打滚就是跑。但是他头脑聪明，反应快，有骨气，能吃苦。除了武力值为0，其他都是优点。有网友说，肖战演活了藏海。肖战目前为止的大男主剧有《藏海传》、《梦中的那片海》、《陈情令》、《斗罗大陆》，戏份都在70%以上。《藏海传》比例更高点，戏份越多越爆。肖战给藏海赋予了超强的角色魅力，不少网友认同肖战适合强剧情，越大男主越爆。主要还是他演技好，完全能担得住，而且也抓人眼球。也有人说，我觉得肖战播的最好的、加成最大的剧，《藏海传》大于《陈情令》，大于《梦海》，大于《斗罗》。斗罗数据好，但是题材剧情加成没有前面的大。今天下午我刷微博，看到匹金猴男团真的出歌了，还录了 MV， 连曹公公的火系一子一女一家也个个有了姓名。藏海传这种大爆剧真的是全员上桌，不过吃红利最多的肯定还是肖战，已经有酸计说他的剧只奶他自己了。还有网友发现了一个小秘密，央八这个版头以前都是滚动的，一般是央1、央8黄金档和次黄的剧都会放上，哗啦一下就能切换不同的剧。今天我发现藏海成了固定版头，只有这一张，没得哗啦，所以偏爱真的很明显，就和那些画手给别人画鼻毛，给藏海画睫毛一样。6月1日，藏海传播放量破亿，收视率创新高，大爆挡不住。谢谢肖战带我见世面，肖战主演的藏海传牛大发了， 2.48 创收视率新高，酷云播放量破亿，灯塔播放量破亿，爆开爆走势不可挡，无法无天，剧情口碑收视热度都是爆爆爆。酷云数据显示，该剧单日全端播放量突破1亿，其中直播播放量3132万，点播播放量6884万，创优酷平台历史最高纪录。云和数据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高达 33.6%， 占据全网播放市场超1/3份额，成为2025年首部单日市占率突破 30% 的剧集。藏海传灯塔单日播放量破亿的成绩，是这2年来优酷平台除了墨雨之外唯一一部灯塔单日破亿的剧，且藏海传是在3台上新分流情况下做到的，市场占有率与播放成绩双双刷新纪录。藏海传品质佳作实至名归。藏海传于2025年6月1日实现灯塔分时破1000万的重要数据突破，标志着该剧在播放量和市场影响力上达到新高度。全剧单日累计播放量达 1.08 亿，成为优酷平台2025首部破亿的剧集。截至6月1日，累计正片播放量超10亿，集均播放量3290.4万，优酷会员拉新进入年度前3，广告合作品牌累计超40个，招商能力为2025年剧集第1。台湾地区同步引发追剧热潮，海外版优酷在23国登顶电视剧畅销榜。藏海传验证了精品剧加顶流演员模式的商业潜力，其数据表现被行业视为爆剧试金石，可能冲击历史榜单。优酷凭借该剧打破天残平台的刻板印象，形成全民追剧热潮。藏海传收视率、市占比、市占率都在创新高，海外平台 IMDB 评分人数破纪录，分数高达 9.5 分。全球追剧藏海传，全球热恋藏海。这一波中国文化输出令人无比骄傲，无比荣耀，什么都挡不住藏海一路狂奔。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地铁上、高铁上、餐厅里都能看到观众在看藏海传，这样的品质爆剧多年难得一见。有观众说，以为藏海传是喜康，结果居然是黄粱啊！国宴级别的藏海传的播出已经临近尾声，咱们且看且珍惜吧。虽然说几个榜单没有谁更权威一说，互为参考，但不管是哪个榜，藏海传都是大爆剧的数据了。每3个看剧的，就有1个在看藏海传，而且这几天全网大网红都表示自己在追剧，这群人是时尚敏感度最高的。
他们最知道哪些东西热度大，大众喜欢什么。他们开始看，就说明他们的粉丝有很多人在看。剧粉之前猜了好久，如果藏海和岸图互相知道智奴背上的鞭伤，会是什么场景？没想到《藏海传》处理的这么高级，还得从10年前我挨的两鞭子说起。你不许说，10年前智奴先车连时，已经自报家门，我父亲是青天剑监正蒯多，但明香岸图10年后才知道他是藏海。从藏海知道香小姐就是东夏之子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自己的伤痕是拜他所赐，但他从没提起过。你抽过我鞭子，让我伤疤难愈，我也误会过你，让你受了委屈。那么从今以后，我们都不再翻旧账了。好含蓄又情意绵绵，你不许说，我也不再说了。还有剧粉点评说《藏海传》这个春秋笔法无敌了，曹公公说把你大哥叫来，后面陆然就登场了，大家都以陆然是大哥。但其实石泉也几乎是同一时间登场的。石泉给治理水患死的那个将军复制松整理仪容那里，我觉得是埋了伏笔，说明他擅长验尸解剖之类的。大胆猜，没准藏海父母人皮就是他给爬的。有网友点评：《藏海传》今晚鬼洗这段又封神了。鬼洗的故事绝对的好莱坞魔幻大片，幻是哈利波特里的死亡圣器的故事，却又是完完全全的中国风展现。岩壁画的配色，剪纸的造型，皮影的叙事，牛哇牛哇牛哇！从皮影戏讲故事，到昆曲配乐，再到壁画演剧情，我们《藏海传》合理且有效地传播着中华文化。我以后出门，人家问我什么爱好，我说我平时就爱了解点皮影啊、昆曲啊、壁画啊、剪纸啊、非遗啊什么的。人问我怎么了解呢？我就打开《藏海传》最新一集中，蒯多和皇帝小时候就认识。陆燕是2个人的代号。木雕从歪歪扭扭的5和15年，到20年、28年，再到真顺9年，蒯死只剩下了陆，妥妥的发小啊，20多年的交情。所以剧照是对的，皇上就是面具人。面具人虽然有目的，但他是好的，是陆。一切所作所为估计也是为了引出第3人。又重看了藏海决定偷鬼洗的时候，面具人他们仨的对话，真的信息量很大。面具人问藏海知道鬼洗在韩章殿决定怎么做，师傅抢过话头说藏海疯了，决定去偷，怕藏海冒犯皇上。后面藏海补充说只有鬼洗才能引出第3人的时候，师傅又在旁边说皇上的东西也敢偷，真是疯了。藏海说到后面报完仇会去找皇上坦白一切，若皇上怪罪我，巴拉巴拉的时候，镜头是给面具人的，妙啊！曹拿走的鬼洗是真。藏海下一步会通过统鱼定位鬼洗，确认第3人。藏海对第3人已有所猜测，真要这么说，他最喜欢做木工。老蒯和皇上都是爱玩木头的竹马，他爹对他说遇到危险时都能遇到路，所以下一集藏海敢去自首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吗？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，快乐就像。